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剑桥大学偶遇王一博，网友在人群中一眼认出，实在太亮眼。王一博剑桥街头的意外出圈，从顶流到斯曼南，藏着流量时代的破局之道。当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哥特式尖顶沐浴在7月的阳光里，一位浅金发色的中国男子漫步在石板路上，花衬衫被微风掀起一角，口罩遮住了半张脸，却挡不住那双在镜头里被千万观众记住的眉眼。路人举起手机时，或许还没完全确认这难道是追风者里的魏若来。直到照片在社交平台发酵，王一博剑桥偶遇的词条悄然爬上热搜，人们才惊觉，这位刚从巴黎高定秀场走来的顶流，竟以最随性的姿态，完成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圈粉。这场没有通稿、没有团队簇拥的私人旅行，比任何精心策划的营销都更动人。它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王一博身上最难得的特质，在顶流的光环里保持清醒，在流量的浪潮中守住本真，用作品扎根，靠气质突围。从巴黎时装周的高光到剑桥街头的松弛，从无忧度的奇幻世界到现实中的金发贵公子，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流量演员的天花板。从巴黎到全球闻名对话大会到剑桥，72小时的反差感，顶流的两种打开方式。王一博的7月像一场精心编排却又随性生长的戏剧。7月8日，巴黎高定时装周的 Tasaki 秀场，他是镜头焦点。一身黑色深 V 西装，衬得浅金发色愈发耀眼，领口的珍珠项链与他眼神里的沉稳形成奇妙碰撞。后台采访时，他用流利的英语与设计师交流，谈及对优雅的理解。他说，不是刻意的精致，是举手投足间的自在。这段视频在国内刷屏，网友说他把贵气演出了书卷气，不像明星，像留洋归来的学者。72小时后，剑桥大学的街头，他是误入画框的旅人。没有精致的西装，换成了一件印花衬衫，袖口随意卷到小臂，搭配简单的黑色长裤，脚上是一双白色运动鞋。他背着黑色双肩包，手里拿着一杯咖啡，时而驻足看路边的指示牌，时而对着古老的砖墙拍照，遇到举着相机的路人，会礼貌地笑一笑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这种从高定秀场到街头巷尾的切换，没有丝毫违和。有粉丝对比了两张照片，巴黎的他眼神锐利，带着对镜头的掌控力，剑桥的他眉眼舒展，藏着对陌生环境的好奇。这种反差恰恰戳中了当下观众的审美点，比起完美人设，大家更爱真实的多面性。更难得的是他的低调，全程没有助理跟随，没有提前清场，甚至没有戴墨镜遮掩。剑桥的中国留学生说，一开始以为看错了，跟着走了几步，发现他真的在自己逛，看到好看的建筑会停下来拍，和我们这些游客没两样。有路人想上前合影，他笑着摆手，不好意思，这次是私人旅行，下次有机会再拍呀。拒绝的温和却坚定，既没拉远距离，又守住了自己的边界。这种收放自如的能力，藏着他对明星身份的清醒认知。他曾在采访中说，工作时，我是演员王一博，要对角色负责，对观众负责。私下里，我只想做个普通人，能看看世界，喘口气。
巴黎的高光时刻是对职业的尊重，剑桥的随性漫步是对生活的热爱，两者并行不悖，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王一博。2. 王子头发飘逸的诞生，从角色到现实，气质是最好的名片。王一博的长而有光泽、有弹性的头发，成了这场剑桥偶遇的点睛之笔。有网友调侃，长而飘逸的头发简直是行走的打光板，和剑桥的红砖墙配一脸。其实，这个发色并非为旅行特意染的，早在有匪拍摄时，他就为角色谢允留了浅发。该剧讲述了动乱不安的年代，周匪在洗墨江被谢允意外救下，半年后，两人再相遇却是被同时追杀，还卷入江湖中一场阴谋里。二人齐心协力杀得煞，平叛乱，擒敌王，救流民。谢允陪伴在周匪身边，二人携手共进，生死不弃。古装剧真的可以说是统治区，王一博化身为机智果敢、英姿飒爽的谢允，以其细腻的表演技巧和深厚的演技底蕴，展现独有的魅力和表演风格，让这一角色生动地跃然屏幕之上。银发造型带着奇幻色彩，而现实中褪成的长而闪亮的黑色，少了几分疏离，多了几分温柔，恰好契合了剑桥的文艺氛围。这种角色与现实的联动，并非刻意设计，却成了最自然的营销。观众在街头偶遇图里看到的长黑发王一博，会下意识联想到有匪里的谢允，而追剧时又会想起剑桥街头那个鲜活的身影。这种破次元壁的连接，比任何硬广都更深入人心。有粉丝说，本来只是期待剧，现在看到他在剑桥的样子，突然觉得谢允就该是这样，既有奇幻感，又有烟火气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的帅气从不依赖造型堆砌。王一博的外形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浓颜系，但胜在眉眼独特，眼尾微微上扬，带着几分锐气，笑起来时卧蚕明显，又添了几分温和。这种可盐可甜的气质，让他既能驾驭《陈情令》里冷峻的蓝忘机，也能 hold 住有匪里温润的谢允，更能在现实中切换成剑桥贵公子。剑桥偶遇的照片里，有一张格外动人，他站在一扇古老的木门前，侧着头看门楣上的雕刻，阳光从树叶缝隙洒在他头发上，口罩滑落一半，露出线条清晰的下颌。没有刻意摆拍，却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，这也是粉丝称他斯漫男的原因。这种漫感并非靠颜值，而是靠一种松弛的氛围感，不紧绷，不刻意，把自己放进环境里，自然就成了风景。他的气质里还藏着书卷气。王一博虽然没读过大学，但私下里爱看书，尤其喜欢历史类书籍。他在采访中说，拍戏间隙会带本书，既能打发时间，也能积累点知识。这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沉淀，让他在剑桥的学术氛围里毫不违和。有路人说，一开始以为他是来游学的学生，后来才认出是演员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三人鱼的无心预热，流量时代最好的营销是不营销。7月人鱼定档的消息公布时，很多人恍然大悟，王一博的剑桥之行简直是为新剧量身定做的预热。这部剧讲述大兴安岭腹地近乎与世隔绝的青年，第一次面对来自遥远炎热混杂的南方的诱惑。遥远炎热混杂的越南河内，中年男人的悲喜人生和他别出心裁的人鱼表演，
以及日本青森学习艺术的女大学生。迥异的世界，交叠的人生。预告片里，王一博的银发造型、清冷的眼神、行云流水的打戏，早已吊足了观众胃口。而剑桥街头的浅金发色与古老建筑的奇幻适配度，仿佛是海南人从剧中走出来，在现实世界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。这种人鱼的效果，比任何刻意的宣传都更有效。有数据显示，剑桥偶遇的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5亿，其中王一博有匪谢允的关联搜索量暴涨300%。很多原本对奇幻剧不感兴趣的路人，因为这场偶遇开始关注人鱼。能把私下生活过得这么有质感，剧应该也差不了。这背后藏着王一博团队的营销智慧，不强行捆绑，不刻意炒作，而是把主动权交给观众。他们没有在偶遇后立刻发通稿，没有买热搜高位，甚至没有让工作室下场引导舆论，只是安静地让照片在社交平台自然发酵。这种克制反而赢得了好感。网友说，比起那些偶遇必发9宫格的明星，王一博这波太圈粉了。更聪明的是，他把个人魅力与角色魅力做了区分。剑桥偶遇中，他是王一博，是那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；而有匪里，他是谢允，是那个背负使命的摆渡人。两者有联系，比如发色，却不重叠。这种距离感让观众明白，喜欢现实中的他，不妨碍对角色的期待，而被角色吸引，也能更客观地看待演员本人。王一博的不营销，其实是另一种深耕。出道7年，他几乎没有绯闻，没有综艺过度曝光，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拍戏上。从《陈情令》到《无名》，从《冰与火》到《追风者》，他用作品说话，靠角色积累口碑。这种作品打底的流量，比任何热搜都更稳固。就像这次剑桥偶遇，之所以能引发热议，根本原因是观众对他有好感基础，认可他的演技，欣赏他的为人，所以才会关注他的动态。他曾在采访中说，我不喜欢营业感太强的东西，演员最重要的还是作品。观众记住你的角色，比记住你的私生活更重要。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。即使在流量巅峰期，他也拒绝为了曝光而曝光，宁愿少参加综艺，多拍一部好戏。这次剑桥旅行更像是他理念的延续，不把生活当秀场，不把旅行当任务，只是单纯的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而市场给了他最好的反馈，人鱼未播鲜活，预约量突破3000万。剑桥偶遇的讨论中几乎没有负面评价，反而全是期待新剧哥哥好会生活的声音。这印证了一个道理，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真诚才是最稀缺的流量密码。剑桥偶遇中有个细节被粉丝捕捉到，他背包里露出了一个笔记本，封面写着台词笔记。有网友猜测，他可能是在旅行间隙还在琢磨新角色。这种随时随地进入工作状态的专注，是他能持续输出好作品的关键。他曾说，演员就像海绵，要不断吸收生活的养分，才能在角色里挤出来。剑桥的所见所闻，或许就会成为他下一个角色的灵感。他的破局还在于对流量的驾驭。比起那些被流量裹挟的明星，王一博更像是流量的主人。他会用流量推广作品，却不会被流量绑架。他会满足粉丝的合理期待，却不会为了讨好粉丝改变自己的选择。
这种坦诚反而让他收获了更稳固的粉丝群体。粉丝说，喜欢他是因为他活得真实。他告诉我们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。这次剑桥偶遇，粉丝们的反应堪称理智范本，远远拍照，不打扰，不刷屏，只是在评论区分享看到他好好生活的开心。这种良性互动，正是王一博多年来引导的结果。我希望大家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的作品，而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偶像。5. 剑桥的阳光与未来的路，顶流的终极形态是做自己。剑桥的石板路上，王一博的身影早已远去，但这场意外出圈留下的思考却值得细品。在这个人设崩塌成常态的娱乐圈，王一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做自己。他不刻意营造完美形象，会在采访中承认拍哭戏会用眼药水，会在直播里说最近胖了的减肥。他不回避，会说他不追逐潮流标签，坚持自己的穿搭风格，哪怕被吐槽老干部也不在意。这种真实让他在流量浪潮中站稳了脚跟。当其他明星还在为机场街拍摆拍2小时时，他在剑桥的街头自在漫步；当别人靠绯闻维持热度时，他靠一部部作品积累口碑；当人设成为娱乐圈的生存法则时，他用本真赢得了尊重。王一博的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剑桥时刻，不是刻意的营销，而是生活的自然流露；不是流量的狂欢，而是与观众的真诚对话。7月的阳光照在剑桥的红墙上，也照在王一博前行的路上。他或许不知道，一场私人旅行会引发这么多讨论，就像他当初不知道。毕竟，能在顶流的位置上，还能自在地走在剑桥街头的演员不多了。而任嘉伦用自己的方式证明，流量的终极形态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这或许就是他给整个行业的启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